我们以前认为发生火灾，你一定要逃离火场才能活下来，这个观念已经过时了。现在呢，因为建筑环境已经在做很多的更新，你遇到火灾没有逃离火场。Hello， 大家好，我是93先生，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嗨，我是晶晶，大家晚安。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主题要来跟大家把关门避难常见的疑问以及迷思做一个总汇整。虽然我知道呢，以前有一些问题跟题目，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都做过了很详细的解释，但是今天呢，算是这个迷思的总整理。首先第一个问题，这个木门到底有没有效？你们都在讲防火门啊，可是我家里就是木头门啊，真的有用吗？答案是有用的。木头门呢，它虽然是可燃物，我们在火灾现场你会面临到的其实是浓烟，而今天会产生浓烟，就是因为这个环境已经开始在缺氧。既然它缺氧了，这个木头能不能够烧起来是没办法的。就是要起火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有氧气。没错，那个你讲那个叫做燃烧三要素，我们要有可燃物要有不燃物，也就是氧气，还有一个要有足够的能量少了一样这个东西不会烧就是不会烧。所以今天我木头门虽然是可燃物，但是我遇到浓烟的时候，它是缺氧的环境它都不会因此而起火，然后呢烧破烧穿。我要用的是塑胶门、玻璃门以及铝门。好，那第二个问题呢？这个我门关起来之后啊，要不要去塞住门缝？你行有余力，你去塞它，我不阻止你，因为没有坏处。但是其实呢，也没什么好处。没有好处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烟跟热是从上方开始累积嘛，所以它通常是会先从上方进来。那我们今天塞门缝的时候呢，都教你塞下方门缝，那其实意义就不大。那我们应该要去塞上方门缝吗？我要去把上方门缝塞住，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我们谈这件事情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塞上方门缝你很难办得到，塞下方门缝又没有意义。那这个时候你真正应该要做的其实是将对户外的窗户给打开。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这件事情，我们说了，你行有余力，真的手边就有工具，你去塞让自己心安一点，我觉得不阻止你。但是如果你执意要塞门缝，反而做了一个危险动作，那我觉得这就完全没有必要。好，那第三个问题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动作，叫做开窗户。你要把对户外的窗户给打开，让这些从门缝飘进来的些许毒气从窗户散出去。那有些人会问说，这个我窗户打开啦，会不会外面窗户外也有浓烟？除非你住透天处这个你门一打开就直接面对了楼梯，否则这种情形不太可能遇到。而且就算你看到打开窗户外面有浓烟，其实这个烟的特性它会往上往外从大气中飘散比较多。你说它要回卷到你房间里面来，导致你房间里面出现很危险的环境不太可能。那前面这三个问题呢，算是一个快速跟大家的复习。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几个新发现到的疑问。首先第一个，这个我的房间里面跟外面都有浓烟怎么办？什么情况下会发生门外跟门内都有烟？其实简单讲，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没有道理我今天一个门是关着的，这个外面的这个致死的浓烟还会进到我房间里所以不会有这件事。会，对，这个除非你有两个起火点或者是你曾经在途中把门开过。下一个他呢讲说遇到火警的时候呢，将房门关起来。他说呢，你拿一个水桶把你的房门给泼湿。今天就让我真的有躲在房间里面，那我门关着我怎么去弄那桶水？其实这个门上面泼水，我觉得这个可能概念跟木门能不能够打浓烟是有相同的疑惑啦。他会觉得要泼水他才不会被火给烧破，可是实际上我们刚刚前面跟大家解释过了，这个木头门会因为浓烟缺氧，它也不会因此而烧起来。所以其实你泼不泼水其实是多此一举啦，就跟湿毛巾一样，很没必要。没错。好，那最后一个呢，有人讲说万一我的家正下方是这个起火户，家里地板会开始变热
但是如果呢，它其实是住在公寓里面，那现在公寓的建材大部分就是钢筋混凝土，所以呢，你可能会因为底下烧久了，有一些热传到上面来，你确实会觉得，这个位置好像比较热。但是你说到这个热到我有危险，或者是热到说我这个生命的家具被烧起来，其实很不容易了。水泥本身就是防火的东西。是啊，而且再加上其实消防队会进来救灾。当我今天有消防力介入的时候，这个屋子里面起火物的热可能会散掉，可能会因为我洒水而降温，所以那个时间会延得更长，不用因此过于担心。它给你的实质伤害很低比较大的可能是心理伤害。假如说我们撇开这些，我已经知道它已经不会造成我的家具被引燃，但地板很热啊，这时候我可以怎么办？你就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就好。所以它热不是很均匀的，整间房子都很热。不会啊，不会。它是在起火点的那个地方特别。对，它会因为我靠近起火点，所以这边的这个可能就是烧损的情况会比较严重。严重也是因为它烧的时间久，它的这边的温度高，所以它不会是一个很均匀的情况啊。所以呢，我认为你是有办法，就是我就挑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不热的房间位置，不要想说那我是不是在地上泼水去降低地板的温度。因为万一滑倒怎么办？是啊，对，一个万一你滑倒，我觉得那个是额外增加你不必要的损失而已。我们以前认为发生火灾，你一定要逃离火场才能活下来，这个观念已经过时了。现在呢，因为建筑环境已经在做很多的更新，也有很多的案例证明这件事情。你遇到火灾，没有逃离火场，你还是能够活下来。重点是你的观念要正确。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另外，对于关门避难，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吗？欢迎提问。那今天就到这边咯，下次再见，拜拜。他的意思是你的房间就是要随时准备一桶水，像古代一样。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的建议非常的不切实际。古代的时候有些皇宫里面它会有很多地方放那种铜盆子，然后呢装水，它的用意就是万一发生火灾的时候呢，附近就有水缸的水可以来灭火。所以那个可能呢是最早的灭火器。有些皇宫它可能在纬度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呢它中间的都会结冰，所以他们还必须要有专门负责的人，冬天的时候在底下烧炭，把那个水给融化掉，对，让它变成是水的状态而不是冰块，